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心理治疗师 Cindy。我的频道主要讨论心理健康相关话题。如果你对这方面的主题有兴趣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子才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主题哦。这支影片要来和大家聊聊焦虑症。今天这支影片我会和大家聊聊，当我在诊断焦虑症时的诊断依据，还有我会用哪些治疗方法来帮助焦虑症个案的焦虑情绪。焦虑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情绪。举例来说，疫情变得严重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觉得焦虑不安。但是一段时间过去，或是当疫情比较稳定了以后，一般人的焦虑状况就会渐渐好转。但是有些人的焦虑状况不一定会随着时间好转，它就像是一种背景音乐，一直在重复播放。举例来说，有些人总是觉得很紧张，但是却又说不出个原因来。很多人因为他们焦虑的状况，可能会导致他们会有胃痛、胸口痛或是肩颈酸痛的状况。因为焦虑让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在紧绷的状态，所以身体就会可能出现这些症状。有些人可能会反复的做噩梦来表达他们日常的焦虑，明明就已经是在工作了，或者是已经出社会很久了，但是还是会梦到过去在学生时代非常焦虑还有压力很大的时候。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跟我说，当他们工作非常累，压力非常大，又怕事情处理不完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就会梦到高中在考学测，或者是高中期中考的时候那种紧张的过程。所以当我诊断焦虑症的时候，到底是用哪些依据呢？当我在诊断任何心理疾病的时候，我都会参考 DSM-5， 又称作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。在 DSM-5 里面，焦虑症只是一个大类别，在焦虑症这个大类别以下呢，有各种不同的细项，比如说社交焦虑啊、恐惧症啊等等之类的。这支影片我会着重在广泛性焦虑症，又称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。广泛性焦虑症呢，必须要包含以下这几种症状。第一，就是在过去6个月里，也就是180天，你有超过90天，你会没办法控制自己紧张、担心或者是焦虑的情绪。比如说你去工作啊，或是上学，对于这些可能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，你还是会觉得紧张或者是焦虑。第二个依据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这样焦虑、紧张或担心的情绪。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让自己冷静下来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有时候焦虑会是用一种控制这样子的行为表现出来。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说你很有控制欲。为什么你会想要控制？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很紧张，你很焦虑，所以你想要掌控你可以掌控的事情。第三个条件是你焦虑的状况符合以下6种的其中3种，而幼儿只需要符合1种。这6种状况包含：第一，常常觉得焦躁不安，那种觉得自己常常走在悬崖边啊，或者是针尖上的感觉。英文常常会说 I feel like I walk on the eggshell， 你在蛋上面走路的感觉，然后要很担心自己把蛋弄破。第二个是你常常觉得很累，因为你的焦虑情绪可能会让身体变得很紧绷，所以当你可以放松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的疲惫，总是觉得没有精力，像泄了气的皮球这样子。第三个是觉得很难专注，有时候会甚至觉得突然脑袋一片空白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举例来说，即便我们在看电视，或者是我们在上课，或者是在做作业的时候，都会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，而且非常难控制，让自己可以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。第4个是易怒，因为一点小事就会觉得烦躁，想要发脾气。第5个是肌肉酸痛，因为长期处于那个非常紧绷的状态。第6个是睡眠问题，像是浅眠、难以入睡，或者是早上明明就很累了，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到要睡觉前的时候，突然躺在床上就开始脑海里没办法控制
的想，明天我这个工作要做，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完，这个人是不是不喜欢我，脑袋就会不停的运转，把所有可能会造成我们担心、焦虑、紧张的情绪重新上演了一遍，然后试图想要掌控那样的感觉，反而会让我们更睡不着觉。如果我的个案有刚刚以上6种症状，至少3种症状的话呢，我会评估这些状况是如何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，怎么样影响他们的工作、学校、课业。常见的状况有常常迟交功课、迟到，或者是缺席上课、缺席工作。最后我会评估这些个案的焦虑、紧张或者是担心的状况是不是因为有服用任何的药物所造成的，或其他关于成瘾的状况所造成的。广泛性焦虑症和忧郁症在我见个案的时候是2大最常见的心理疾病。我上次也有做了忧郁症相关的影片，我把连结放在上面。目前最常见的焦虑症治疗方法有药物，还有心理治疗。在见治疗师还有心理医师后，发现有2件事情对我的焦虑来说非常有帮助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写日记，研究也有显示，有写日记习惯的人有相对较高的抗压性，比较少的次数去看医生，然后身体状况也会比较好。第二个，我持续了好几年的练习，就是正念，做了正念相关的影片。如果你有想要多了解正念的话，也可以点这里的连结。常见的药物像是 benzodiazepines 或者是 SSRI， 可以帮助我们减缓焦虑相关的症状，都要记得要定期回去看心理医生，追踪我们身体对药物的反应。有效的心理治疗包含认知行为疗法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， 治疗师会帮助个案改善不适当的认知，进而改变我们焦虑的情绪。还有其他的研究也显示，瑜伽冥想、运动、减少咖啡因摄取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焦虑的情绪。最后提醒大家，焦虑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绪，每一个人有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点焦虑。有焦虑的情绪不代表我们有广泛性焦虑症，即便有广泛性焦虑症或是其他焦虑症，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心理疾病。最重要的是懂得如何和焦虑症和平相处，还有有效的面对它。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。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，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的主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。我们下次再见。